曾经有一些研究，就是如果我们回到我们讲了一个大的城市，那么如果我们回到一个小的单元，这个里坊制度来看的话，也有很多研究来讨论到底那些里坊是什么样子。那么我们今天可能不断的随着考古发现，有时候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比如说白居易这样，然后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庙，而这些庙都在原来按照记载都在它的一个里坊里头。那么它到底跟里坊是一个什么关系？那么有些重要的寺庙，有些王宫的这个大的宅子，它可能在里坊当中一占了半个里坊，甚至占了一方之地。也可能里头是很多的居民来分，啊，里头有很密集的街道，是吧？在这个里坊里头，那么这种情况呢，都可能是存在的。唐代的住宅是有等级的，比如说文献规定，《新唐书·车服志》记载，王公之居不失重拱藻井，三品堂5间9架，门3间5架，五品堂5间7架，门3间2架，六品7品堂3间5架，庶人4架，而门皆1间2架。常参观诗悬于对凤、瓦寿、通福、汝梁。就是王公之居，不施重拱藻井。你不能用很复杂的斗拱，不能用藻井。然后三品的官员，3品堂5间9架，就这么大，你不可以超过它。门3间5架，五品堂5间7架，门3间2架，六品7品堂3间5架，庶人4架，而门皆1间2架。大小我都规定好了，大小我都规定好了。你一般的人只能盖这样的房子，然后你王公，那么他的堂也只能5开间，也只能5开间，不能更大了。这是规定，你如果超过这个规定，就很危险，可能就要被惩处，是吧？那么严重的，也许被皇帝认为你有野心，是吧？就是这有很明确的规定。那么这是建筑的大小。另外，建筑的装饰，比如他还规定说，只有常参观才能屋顶上有悬鱼，是吧？就是那个屋顶山墙的地方有一个鱼状的那个装饰挂在那儿，才能用对凤，才能用瓦寿，才可以用那个弧线的这个梁。有很具体的规定。那什么是常参观？就是每天上朝见皇上的这些官才可以用这样的装饰。那么剩下的人，你如果只是一个外面的大员，你并不是每天要上朝见皇上的，你可能都不能用这些东西。我们上次在讲早期的时候也提到，啊，就是天子怎么样，然后什么人怎么样，它一层层的规定，甚至用颜色也是这样。那么这个传统在唐朝的时候依然是存在的，那么到了明清的时候仍然还是存在。唐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，而且它跟外面的交流很多，那么外面的一些生活的方式、一些家具，也在隋唐时期开始大量的传到这个唐王朝里面来，是吧？传到他这些官僚的家庭、这些富裕家庭当中来，这些时尚的东西也来。但是那个时期，虽然已经有了凳子，有了这样的一些所谓外头的这种洋式的家具，这些胡床，是吧？等等这些东西，但是当时恐怕席地而坐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传统。那么这种形式实际上影响了建筑的形态，影响了建筑形态。就席地而坐，意味着你进屋要脱掉鞋，是吧？你有这么一个，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高差，是吧？然后你脱了鞋，然后进屋了，这样的一种形态。那么这种形态，其实在今天，在无论是朝鲜半岛也好，在日本也好，你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形态的建筑，啊，这样的一个风俗和建筑之间的关系啊，都还有所反映。那我们想，唐朝的时候，也应该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